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鸭。本期给大家讲述一个女子在车中熟睡，却不知危险就在窗外，幸好她没有听到的故事。盲点。故事发生在圣地亚哥的一天夜里，一对情侣喝得醉醺醺的开着车，街道破破烂烂，一个人也没有。在等待红绿灯时，一辆皮卡车跟在了他们的车后，开着远光灯，射得两人睁不开眼。男友有些恼火，绿灯一亮，男友将车开到了一个偏僻的路边，迫不及待地想要玩一次车上交流，没想到皮卡车又跟了上来，远光灯还是那么刺眼。男友不顾劝阻，下车就要和对方理论，女人则在车内被照着强光，根本看不清那边的情况。过了一会儿，男友还没回到车上，女人有些不安，赶紧下车查看，结果发现男友已经死在了血泊之中。女人慌得一批，准备逃离现场，结果下一秒也惨遭袭击。画面一转，英俊和美丽是一对十分恩爱的小情侣，但由于两人的工作都特别忙，最近总是莫名其妙的发生争吵。为了缓和这种状况，两人决定暂时放下工作，好好出去玩一玩。美丽本是一名摄影师，第二天就向领导请假，领导告诉她，摄影师的工作很重要，缺勤很有可能会被辞退。但是为了英俊，美丽还是毅然决然的请了假。很快，美丽就开始做攻略。通过网页查询了度假区的相关信息，他们的目的地正是圣地亚哥。就在这时，美丽看见一则新闻，说他们要去的地方最近又发生了谋杀案，前后已经有10名遇难者了。最近遇难的是一男一女，也就是片头刚开始的那对情侣。杀手在杀完人之后，还将2具尸体烧焦了。但作为一名摄影师，美丽对这种爆炸新闻当然是见怪不怪的，于是没多想就订下了机票和酒店。第二天一早，收拾好行李就出发了。抵达目的地后，两人的心情果然大好，但美丽出于职业习惯，到哪里都带着相机，这让英俊有些不太高兴。接着两人去租了一辆破旧的老爷车，直接开到了旅馆。想着未来几天美好的假期，两人都觉得十分开心。之前的矛盾似乎也有所缓和。紧接着画面一转，在一个漆黑的高速公路上，一位大叔喝着小酒，开着车在违法的边缘疯狂试探。行驶了一段距离之后，突然听到后面有车子长按喇叭，示意大叔停车。大叔害怕是交警查酒驾，拿起衣服把副驾驶上的酒瓶子盖住，然后乖乖的在路边把车子停好。很快后面的车子下来一个男人，敲着大叔的车窗要检查证件，可没想到大叔不仅仅是酒后驾驶，他还没有驾照。这么刺激的开车方式，莫非阁下就是秋名山的那位开86的大神吗？大叔眼看被逮住了，跑也跑不掉了，于是拿出一卷钞票，想让眼前的男人行个方便。但没想到男人刚正不阿，拒绝了他的贿赂，还让他赶紧下车。大叔无奈之下只好下车，可下一秒男人就拿出一根绳子，死死地勒住了大叔。大叔没过一会儿就咽了气，紧接着从后车厢拿出汽油倒在大叔的身上，一把火烧焦了他。作案手法是那么的娴熟，原来这个男人并不是交警，而是之前谋杀案的连环杀手。而此时的美丽和英俊心情大好，正在参加一个 party， 两人迈着快乐的步伐摇摆在舞池里。趁着这快乐的气氛，美丽告诉英俊自己怀孕了。英俊听完后一脸便秘，紧接着他开始为养活孩子的事情发愁。他经营着一家小公司，但是经营状况很不乐观，要养活孩子需要一大笔钱，显然他还没有做好做父亲的准备，两人不欢而散。酒店里，美丽躺在床上看着电视，正好看到刚才发生的那起命案。美丽突然提出想去命案现场看一看，没准是个大新闻。英俊十分不解，这跟出差有什么区别？但是想到美丽怀了自己的孩子，决定顺从她一下了。第二天，两人一大早就出发了，只是路程有点远。待开到一半，两人来到一个加油站，准备加满油再继续走。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个穿着大红裙子的女人翠花。翠花很暴躁地打完了一通电话，正准备倒车离开时，突然发现身后来了一辆车子，挡住了她的去路。于是她骂骂咧咧地下了车，对着司机一顿谩骂。见司机还不开走，干脆拿起身后的钢管，想对挡路的车子动手。就在这时，车上下来了一个满脸疤痕的男人。翠花一看这张脸，吓得丢下棍子，撒腿就跑。一旁的美丽手贱地拍下了刀疤男的照片，但这一举动也成功引起了刀疤男的注意。随后加满油的美丽和英俊继续出发了。可是没开多久，天空貌似要下大雨了。美丽说自己要先小睡一会儿，等到了那里再叫醒他。随后便拿出随身携带的安眠药磕了一粒。她说自从两人的感情出现裂缝后，自己只有借助药物才能入睡。但是你之前不是说你怀孕了吗？怎么还敢吃安眠药？很值得怀疑呀。只能说女主的胆真肥。很快天空下起了大雨，英俊把车子停在了一个破旧的服务区，准备等雨小一点的时候再出发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刀疤男已经悄悄跟了上来。英俊把车停好后，想下车上个厕所，就这样留下美丽一个人在车上睡着。一同来到服务区的还有刚刚穿着红裙子骂街的翠花，她也来到了这个服务区避雨。而刀疤男也是因为她才一路跟到了这里。很快刀疤男在女厕所找到了翠花，从后面搞突袭，翠花被掐住脖子动弹不得。但没想到翠花的力气很大，一个机灵挣脱了束缚，冒着大雨跑到了外面。
拼命地拍打着美丽的车窗，试图让她救救自己。可是美丽睡得跟死猪一样，窗外的雨声又大，翠花就算叫破喉咙也没有用。这时刀疤男追了上来，又一次掐住翠花的脖子，将她就地正法了。这时不远处出现了一辆警车，正朝这边赶来。刀疤男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将尸体挪到自己的车上了，这时他发现英俊的车的后备箱没有关紧，于是快速将翠花的尸体放进他们的后备箱。警察看到了翠花的车，发现车上有几个空酒瓶，感觉有些不对劲，于是进入女厕所查看，发现地上有一只红色高跟鞋，镜子也有破损，还带着新鲜血迹。他立马意识到翠花出事了。就在他准备出去的时候，却被潜伏在暗处的杀手偷袭，一记闷棍将他打晕，自己则逃之夭夭了。此时上完厕所的英俊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傻乎乎的开着车，带着美丽和后备箱的尸体开走了。画面一转，美丽和英俊终于来到了新闻上报道的案发现场。可还没等美丽开始研究案情，两人就因为这一路的不愉快争吵了起来。英俊责怪美丽只知道工作，就连出来度假也还要考虑工作的事，看得出来他忍了很久了。可是吵着吵着，英俊就发现了刀疤男的车，虽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但是一路上偶遇3次也太不正常了，一定是在跟踪他们。于是两人决定休战，先甩开刀疤男再说。可就在这时，刚刚在服务区被打晕的警察苏醒后赶了过来。英俊看到警察，就像遇上了大罗金仙一样，赶紧下车，想报告一下自己被变态男跟踪的事。警察却认为刚刚袭击自己的人是英俊，甚至怀疑英俊杀死了翠花。一旁的美丽很想解释一下，同样被警察制止。这时后备箱里的一缕头发引起了警察的注意，警察立马掏出手枪对准了2人，并下令他们打开后备箱。虽然不知手云，但英俊还是照做了。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呀！果然发现了翠花的尸体。英俊瞬间一脸懵逼，连忙喊冤。可警察一点也不相信，一度认为他们是雌雄双煞，连忙掏出手铐，直接将英俊锁在了车旁边，然后将美丽带上了警车。此时一旁暗中观察的刀疤男挺身而出，一脚油门直接把警察送去见他太姥姥了。接着刀疤男悠闲地走下车，掏出一根棒棒，准备将美丽和英俊也杀了灭口。说干就干，英俊不想死，拼命挣扎，却没什么卵用。好在美丽机智，几脚就踹开了警车的铁窗，爬出来后捡起地上的手枪，朝着逐渐逼近的刀疤男开了一枪。刀疤男应声倒地，美丽在警察身上找到了钥匙，赶紧跑上前救下英俊。此时他们也不敢开装着尸体的车了，于是两人打算开走警察的车，一溜烟跑了。临走时还不忘带上奄奄一息的警察。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刀疤脸并没有因为那一枪而丧命，反而坚挺着开车追了上来，而且车速很快，一眨眼就追上了他们。眼看着刀疤脸要追了上来，英俊立马调转车头，往一条曲折的山路开去。没想到这是一条死路，英俊开到了悬崖边，两人也不管警察的死活，跳下车躲进了一个废弃的小木屋，准备在屋子里找东西保护自己，顺便报警。刀疤男看着这两人作死的行为，瞬间就笑了。他从车子上拿了一桶汽油，然后把小木屋的门锁死，接着撒上汽油，他要将美丽和英俊活活烧死，就像新闻里报道的那样。可没想到刀疤脸虽然杀人无数，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，那就是被英俊和美丽救下的警察。他还剩下一口气，挣扎着从车子里爬了出来，瞄准了刀疤男身边的汽油桶，一枪过去，刀疤男也被点着了，浑身被大火包裹着。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，随后警察也随着警车掉入悬崖。而此时的英俊和美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小木屋逃了出来，他们出来的一瞬间，身后的小木屋也坍塌了。随后警方调查了刀疤男的身份，在刀疤男家里发现了一具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女性尸体，脸部也大面积烧伤，桌面上还放着一张女人的照片，通过对比才知道女人正是刀疤男的妻子，估计是两人之前遭遇了一场火灾，刀疤男侥幸活了下来。可妻子却不幸离世，因此刀疤男的作案动机就是为了报复他人，来满足自己的空缺。随后警方把所有的杀人证据打包带走了，英俊和美丽正式洗脱嫌疑。不久后两人回到了自己的家，经过这一次夺命大逃亡，两人再也没有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争吵过，因为他们知道无论工作多么重要，都没有身边这个和自己一起经历生死的同伴重要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了，小伙伴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